有改回来，どこにいるか。喂，我们撤。軍田君、何か起こりましたか？慌てるな。小さい妖怪機体、筋ない。亀田君、あなたはスネをしっきりで来たり。早く行か。ここからの指導が私についない。待った。こんな意味が。再確保。追いかけろ。はい。あえて見てみよう。はい。誰かいません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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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姐，咱出去。咱们啥吃的都没有了，再不出去弄点吃的，你们哪还有体力啊？这大晚上的去哪儿弄吃的呀？外边乱着呢。白天更不安全，现在正好趁着鬼子皮运付游击队。我去老乡家里，马上就回来。哎，可是营长有命令，任何人不能随便离开兵工厂。我是想请示，可连他自己都出去了。我就是给你们弄点吃的去。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不，你的任务是留在这里，不能离开你的岗位。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哎，大玉姐，大玉姐。离开这儿！好，好，好，我滚，我滚！哎，我去对面等客人行吗？滚滚滚，去去去！好嘞，好嘞，好嘞。走，哥几个喝酒去。こんばんは、太公。ここに住みました。你的日语讲得很差，我会说中国话。太君的中国话大大的好。我来见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哦，太君都住在楼上，您找哪位？我给您查查。用不着，我自己上去。好，好，您请。
意开给我！你敢死哪？你敢死哪？不要力战，撤！你能不能快点？你要是少说两句，或者让你们那游击队少放两枪，也许能快很多。把嘴闭上，集中精力吧。运尸体，大晚上的不允许出去，你不知道吗？运什么尸体？我这儿啊，运的是你们中国爷爷。小鬼子，杀你们1000回，你爷爷我都觉得不解气。呸！二愣子，我送你上路。黒高特攻、私はお前を数日間待ったが、どうして時間通りに出なかったか。私は中国人に目をつけられて離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あんたは何を見てる？カカ、私の質問まだ答えてない。あなたの名前どう呼ばれますか？见鬼了！電話口まで人がいない。小分隊の行動は成功するだろう。お前がなぜ私に早く報告しないか。すみません。私がもう動力しました。しかし、長官による管理が厳しいので、本当に離れにくいです。念の理由を探してはいけない。お前が我々大日本帝国の特攻だ。普通の人間じゃない。はい、課が尋ねしますが、これから私の連絡人は本田健陽に変わるですか？いや、小分隊のことを彼に教えないで。彼は無鉄砲の人だ。もし彼は多く分かりましたら、彼は我々の行動のために役に立たない。一日も早く吉田司令官が回復されるよう。ほら、
小分隊の中に我々の内密がいる。彼は吉田司令官が直接連絡する人とだ。事件があったら彼が身をもってお前を援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に違いない。彼は胡彪という。胡彪？商量什么？试图擅自脱离队伍，胡彪英勇射杀吉田良辅，都跟谁商量了？啊，不都是因为你独闯了土匪窝子，玩了个英雄救美之后，全都学会了吗？所以啊，我也不能干看着，不是？何が疑問があるか。司令官加賀を暗殺した人は彼だよ。彼だ。裏切り者だ。証人を殺したいか。中国の前に自分は純潔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立証するか。今のところ彼を騒がさないで吉田司令官に直接処置してもらおう。わかりました。もういい。地図のことを心配するな。まだ手に戻るのは早かれ遅かれのことだ。ほら、小分隊が工場にあると言ったね。はい。彼らはもう自分のために多く弾薬を補助しました。私たちのために生産した弾薬は全部偽物です。畜生。加賀、吉田司令官暗殺した人はこの小分隊です。まあ中国人がこうやって我々の注意をそらすに過ぎない。これがお前考えることじゃなくて、お前の任務は我々金より計画を完成することだ。ほら、自我療法の件について何が新しい情報があったのか。ありません。佐賀師匠です。彼らに疑われなかったか。今までです。しかし一人が私を疑います。どんな人？中国国民党超党党語沈香宇です。沈香宇。ほら、軍刀甲冑、特勤潜伏名簿を盗んだ人だろう。はい、そうです。彼の方からこの名簿を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か。まだです。沈香宇。心配するな。すぐやっつけてしまう。开了。没有。数三个数。什么？数三个数。3、2、1。不光是地图，保险柜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给它断了。我哪知道什么有价值？你又不是第一次开保险柜。东西交给我。还想唱王司令办公室那出戏？我说了，把东西交给我。
还想玩顺手牵羊，只可惜这次没机会了。你认为自己活着离开这里的几率有多大？哼，你同样也走不出这间办公室。那你就试试看。我可以把东西给你，不过你要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我说过，我不是生意人，不要跟我谈条件。郭玉明，你犯了一个大错误，你竟然把枪和子弹都给了我，你也太自信了。你认为我们能把子弹提供给鬼子吗？你应该知道，小分队给鬼子生产的子弹，全部都是养弹。你说什么？八蛋！竟然跟我玩阴的！他娘的！如果真有小鬼子来了，你这不是让我送死吗？可你现在的枪口对准的是自己人。算你狠！你在找什么？找证据。什么证据？你们小分队里边有内奸。お前が早く工場に戻って宦官家族の地下寮母を派遣するまでに引き続き潜伏せよ。課が一言を教え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どんなこと？あなたの情報が誤りがあります。私の変わった身分がこう差があります。何を話してるか。主演中の兄さんが早くから戦死したと言ってくれました。しかし彼はまだ生きています。お前が暴露したか。いえ、しかし暴露よりももっと怖いです。お前が恋愛しているか。お前が中国の男を愛するか。小分隊の中の中国の男を愛するか。この男はちょうどお前の兄ちゃんだ。そうか。バカ！はい。課が頼むよ。今回の任務が終わったら私を放っ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バカ！お前が帝国の軍人だ。お前が何の感情を持ってはいけない。まして彼は中国人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までもない。お前が私を強要することではないか。私が疾患療法を見つけると自由くださいませんか。バカ！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もういい。何も捕まえできない。撃隊はそういから。你刚才不是说这枪里装的是哑弹吗？你他娘的，到底哪句是真的？
刚才就应该一下崩了你。不，是你们选择相信了我。你看看我，还沾着假胡子呢。二郎子，你放心吧，你脸上的那些麻点儿、痦子，我都给你擦掉了。你小子可帅气了，你不愁找个好媳妇儿。跟俺娘说的悄悄话，你不能啥都看吧？不是你跟你娘说的话，我怎么就不能看？那你这算命令还是算啥呀？这有什么不一样？要是命令，那就服从。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悄悄话要跟你娘说。你放心吧，这些信我替你收着，将来找个机会，我一定把它送到你娘的手上。愣子兄弟，这个地方以后啊，就是咱们三营的家。
你看，那是老烟枪，那是柱子，那儿还有咱们的卫生员。你不是爱开玩笑吗？有他们在这儿，还有咱们三营好多的兄弟们在这儿陪着你，你不会孤单的。自打你来到我的队伍上，你就没有老实过。我记得你在新兵连的时候，因为吃不上肉，你在夜里你就偷着跑到林子里去打野兔子。可是没想到啊，你碰上了狼，吓得你就跑了回来。那一宿你都没睡觉。唉，后来你还尿了炕。我不该吓唬你，我没吓唬你，我没有吓唬你。二愣子，我得向你赔个不是啊！我这个当营长的亏待了你，你一直跟我说你想当个机枪手，可我没能让你如愿，因为啊，那个时候你年纪还小啊，那机枪得多重啊！啊，你只想打了，啪啪啪的你过瘾。可是，要是动起来，你得抱着它跑啊！你说，你瘦的就像根麻杆，你能跑得动吗？啊？唉，可惜，这些道理，当时我都没跟你说，我只是简单粗暴地骂你，你当时就跟我撅了嘴，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你说，那个时候，我怎么就不像现在一样，跟你好好的说话呢？二愣子，你别怪我，我没别的，我是心疼你。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二愣子，
各位兄弟，等着我吧，我一定会来陪你，我会永远的跟你们在一起。韩在兴同志，你是一名勇敢的八路军战士，你的血不会白流。我们八路军第5支队的所有将士对天发誓，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们誓不罢休。敬礼！大学姐，大学姐，昨晚用到吃的了吗？你说对了，大晚上的，到处都在打枪，老乡挨家挨户都紧闭着门，不管我怎么说怎么敲，就是没人给我开门。你看我说啥来着？我说了你还不信。你说你这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你让他们交代啊？大小姐，以后啊可别再一个人出去了，太危险了。我就是想为你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可是我连这点小事情都做不好，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啊？哎，可别这么想啊！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怎么能说自己没用的？我们的衣服谁洗的，谁补的，还不都是你啊？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那，你能不能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告诉别人？我没弄到吃的，已经很内疚了，我不想别人笑话我。哎，除了我，再没人知道了，那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哎，但你得答应我，以后别再一个人出去了，太危险了。哎，大小姐，顾营长真的是你的亲哥哥呀？你的真名叫前川加代子，你是孤儿。很小就被帝国特工部收养，目的是将你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帝国特工人员。为什么要给你做整容手术？就是因为他的出现。从今天开始，你将取代他的身份，你的名字叫做徐艳秋。妹妹，我是木头，我是你哥哥。不，你不是我哥哥，我爱你，我可以爱你。你们再看看这张图，这条山路就是当时我们通往乱坟岗的山道。地下陵墓的位置在这里，而这里呢，是当时我们埋伏的地方。尽管地形便于设伏，视野开阔，有利于我们伏击鬼子，但是你们看看我们的周围，两侧全都是山，入口狭小，尤其是我们侧翼的这片山丘，紧紧将我们包围着，距离我们藏身的地方大概也只有200码，一片平坦。
所以啊，我们自以为是在伏击鬼子，其实我们才真正的被鬼子包了饺子。你怎么敢肯定小鬼子埋伏好了？他们如果真在这埋伏好了，我早就把咱们吃掉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拿到黄金。对，一旦鬼子确定黄金得手，就会将我们彻底歼灭。那还是不能确定，鬼子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呀。你们几个先出去吧。行了，咱们呀，也就是小工兵，挖完了雷没被炸死，就算是命大。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儿，人家是决策者，咱们在这瞎掺和什么？别在这儿放那没味儿的屁！别以为自己干了点正经事儿，老子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周庆华，在你眼里，谁是自己人？就你手下的弟兄是自己人吗？我告诉你，他们都是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是国军的战士，不是你个人的私有财产。老子带出来的队伍，他们是我的人。什么党国？党国，哼，也就养了你们这些败类。我是败类，我是败类，我冒死钻到敌人的大本营里。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不就这点本事吗？哼，一个特务，只配扔到粪堆里。像你这号人，给老子擦皮鞋，我都嫌你脏了我的脚。我就是这点本事。你有本事，你为什么不去？你除了在这长吁短叹、婆婆妈妈的，你还干什么了？小子，怎么跟我们营长说话呢？你把你的手放开！我好歹也是一个国军的少校，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副官敢跟我动手？你算个囚少校，你只不过是个囚犯。要没有我们营长，你早就死在马路旁边喂狗了。你少废话！他还不是举着枪要毙了我吗？你们的营长连个女人都搞不定，还谈什么带兵打仗？死两个手下就大呼小叫，你算个什么军人？我他妈打死你！够了！烦了你们了！你们要干什么呀？啊？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在鬼子的包围圈内，不是你们家的炕头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跟长嘴婆似的，你们又算什么军人？出去！出去！真没想到啊，你顾一鸣竟然发这么大的脾气。为什么？想替我出气？你别在意沈香雨说的那些话。我没在意，正相反。我觉得他说的都对。哼，我本来就什么也没搞定。杏花，我说了，你不要再跟我谈他任何的事情。我让他们走，是我想跟你谈的。我想告诉你，乱坟岗是你妹妹通知我们过去的，她想给我们带路，却被我给拦住了。燕秋，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按照你的逻辑，小鬼子在乱坟岗早就设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往里钻。
一旦小鬼子确定了黄金就在陵墓内，那就会收情搞胆，把我们全部吃掉。而鬼子需要有人把我们给引进去。所以你怀疑是燕秋把我们带入到了鬼子的包围圈内？你曾经还怀疑是他把大木口的位置出卖给了日本人的，怎么现在这都不可能了？就因为她是你的妹妹，就不可能是敌人的奸细，对吗？别这么看着我，我也是按照你的逻辑才想到了这一点。我也不相信是他，我也不相信鬼子在我们的背后会有埋伏。但是必须要正视这一点，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因为我知道被人冤枉的滋味，但我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更何况是一个会给我们整个小分队带来毁灭性的人。证据，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陆云龙当时一直留在乱坟岗，也许他可以提供一些什么线索。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你这是干什么？我怕那些送粮的老百姓啊腿脚太快，别错过了这趟硬货。大当家的，你就请好吧，反正离咱们寨子也近，我就下山埋伏去了。也好，你先下山，我集合好人手再去接应你。没这个必要吧？不就是几个老百姓吗？又没枪没炮的。要是这点事情都惊动你大当家的出手，那你让兄弟的脸还往哪儿搁呀？我不是怕你搞不定那些老百姓，我是担心呐，他们说不定哪天才出现，把你傻晾那儿。嘿嘿，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有了上次乱坟岗的经验了，吃的喝的我让他们带的足足的，就是在那儿等上1年，我也不担心会被饿死，看谁耗得过谁。那好啊，我就在山上坐等二当家的满载而归。想上土匪的山寨谈何容易？更何况陆云龙是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你跟陆云龙合作的不是挺愉快的吗？那这一次呢？我有什么让他动心的情报？你脑子里全是主意，只要你想找到他们，那你一定能行。如果你不想，你也用不着跟我来这个弯弯绕。难道我在你眼里真的就是这种人吗？你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包裹很深的人，过去看不懂，现在是不想看懂。你这是连我也要排除在你的队伍之外。想听真话吗？我从来就没有把你看成是自己队伍里的人。你知道你在我眼里是什么人吗？你才是一个把自己包裹得太深的人。原来是自强，现在是自闭。你太依赖你的队伍了。你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视为自己的生命，任何时候都想依靠着自己把他们从炮火中活着带出去。一旦做不到呢，就陷入深深的自责而无法自拔。新华，你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唯一的。失去身边的战友，我们都会很心痛。但是我更知道，只有团结起来，才不会被敌人吃掉。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教育石头的吗？你跟他说，要想把小鬼子彻底赶出中国，
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你说你那个时候多么清醒啊，为什么现在就迷失了呢？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别人排除在外？为什么就不能容纳别人跟你一起并肩作战呢？我不是不能容纳别人，我是不能容纳你。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队伍走到另一个阵营，容纳你，就等于我背叛了党国。有些事情，我不愿意说破，尽管我知道这一天早晚都会来到，但最起码，不是我送过去的，我心里踏实。兴华，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了，咱们还是谈谈实际情况吧。你一直在怀疑这个任务有疑点，怀疑有人向日本人泄露了情报，现在沈祥宇又怀疑小分队有内奸，如果有，我们必须要把他查出来，这可比找黄金更重要。还有人会给我们提供线索。什么人？日本人。八路的游击队在昨晚的偷袭中，破坏了北门的通讯设施，我军累计伤亡人数17人，9人阵亡，伤员8人，伤员中1人重伤，为下级军官。我军所有的军事目标未曾受到威胁，敌人的行动目的不详。骚扰。该死的游击队，就是想让我们坐立不安。原因很简单，都是我们一味的纵容。就是司令官阁下说的什么，要在一个祥和的、太平的大东亚共荣圈内共同生活。这就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结果。那个代号为同是超格的共产党内线，不是在和临潞地区的八路军联络吗？这里一定有八路军的情报站。命令金泽中队对临潞城方圆100里进行清剿，尤其是城西一带，给我彻底的剿灭八路军的游击队。没令者，杀！誰だ？報告します。亀田が霊験に参りました。入ってこい。何の御用があるか。すみませんが、命令補充からカカを迎えに参りました。迎え？どこへ？両国軍病院でございます。我难道真的那么招你们讨厌吗？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你还不如不问。你别瞎琢磨，我怎么会厌烦你呢？我跟你说过，我永远都是你的好大哥。你对我的态度转变的真是太快了。不是，我是觉得以前对你的追求太过于草率了，应该给你足够的时间去了解我。应该算了，别说这些了。也许我们的压力都太大了。是，我们应该让对方都放松下来。大家都已经饿了一整天了，我们真的是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好，我让胡彪和虎子去搞点吃的。你连单独跟我出去都不愿意了是吗？你看你，
没有。我记得前几天你还说过，希望我们一直这样下去。看来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出去弄吃的了。报告本田少佐，住在伊和饭店的一位帝国客人，看见了当晚骚扰我指挥部的一个八路游击队的容貌，而且已经把他的头像画了下来，并且印刷出来，请本田少佐过目。哎，顾营长让你上去一下。告诉我，你究竟在这个房间里找什么？我说过了，找证据。找到了吗？很可惜，每当我拿到成功的钥匙，就有人把锁给换了。你还是不愿意说出实情是吗？你还是不愿意承认你的身份是吗？你觉得你那位搭档真会为你一直掩护下去吗？不会。但是你说的对，不完成任务，我绝不会临阵脱逃。那样你只会慢慢陷入绝望的处境。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有的只是对处境绝望的人。不是每次跌倒都会再有爬起来的机会。人生需要乐观，但也需要清醒和冷静。恰好，这两样我都有。等你倒下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给了你子弹，你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人。你说的对，我过于自信了。我以为你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但是我错了。在打鬼子还是打中国人的选择上，你竟然选择了后者。我真的很遗憾，但不是为你，是为那些倒在鬼子枪口下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紧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把粮食送给了打自己人的手中，把希望寄托给了一个出卖国人的军人。凭你的经验，还有你那几句日语，逃出临汝应该不成问题。你放心，你的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说。我在找这个。什么意思？这张纸条是从这个本子上撕下来的。我在找它的另外一半。你怀疑这张纸条是在日军的指挥部内？不是怀疑，我确实见过它。上面写的什么？全是日文。我只会说日常用语，我并不认识日文。当你再想找到它，纸条却已经不在了。贾志没有理由用纸条跟日本人说话。只有可能是兵工厂里的人匆匆送出的信息。兵工厂里还有谁精通日语？
恐怕只有胡彪一个人。不，你忽略了一个人。我说了，我不会写日文。也许你疏忽了一点，很有可能在我们进入兵工厂之前，这张纸条就已经到了日本人的手中。别忘了，大木口到底是谁泄的密，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之前，兵工厂原来的那些都是没饭吃的流浪汉，你觉得他们会写日文吗？再说了，我们在大木口的位置，他们更是无从知晓，所以这应该是我们来到以后发生的事情。话又说回来，即便是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发生了，谁又会从兵工厂发出情报？我们知道的也就只有你怀疑是徐大小姐。纸条上写的是日文，难道她会日语？你好像有心事，在想什么？没有。还说没有？我们坐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你一直心事重重的，不想跟我说说吗？也没什么。被人家扫地出门，终归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可我就觉得这很好，也很高兴你离开了那里。本来嘛，他们就会用那些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这些手段，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说实话，我讨厌你们军统这个机构。燕秋，以后这种话还是少说的好，会给你带来麻烦的，知道吗？可这是事实。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以后会注意的。其实我是觉得，在军统呢，还能学学日语。离开了，就半途而废了。怎么会呢？我可以教你啊。你会日语？那你以为我去日本在学什么？可是你到日本不到1年的时间就离开了。我去日本之前就会日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听你的意思是说，你去日本是专门为学习语言的？你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呢，还是担心我不能胜任老师这个称呼？你这是一个意思。好，徐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正式上课？你说的对，也许找到那半张写有日文的纸条，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不瞒你说，我确实觉得徐大小姐身上有问题。你对胡彪究竟了解多少？在郑州的时候，为了接近王司令的办公室，我对他身边的人展开了调查。胡彪是第一个出现在我视线里的人。随后，在他的档案里，我发现了一点。太监，蹲下，拉出来。啊，拉出来。是，我拉出来。我得使劲给你拉出来。
别那么多废话，快点！哎，好。打开。太君，我错了。这是干什么的？这是我办了点私货，以备不时之需。什么叫不时之需？这是中国方言。听不懂是吗？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时之需的意思就是，当皇军遇到不测、没吃没穿的时候，我拿来孝敬太君。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撤退的时候，好穿着你们中国人的衣服逃跑，是吗？正是。我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是绝不会战败，永远不会。我们是战无不胜的。是，战无不胜。叫你张贴缉拿八路的画像，你做了没有？在贴啊！我让弟兄们都上街了，到处张贴。几天了？是什么几天？铃木，我给你的期限。7天呢？还剩3天呢。你不能因为时间不到，你又砍我的头吧？我得告诉你，已经有人找到了完颜家族的后人。他是谁？3天一到，我没有铃木，你就没有头颅。狗畜生，又是一笔血债。 75个，77个，79个，80个就行了。80，够了。好，谢谢。谢谢啊。谢谢。我来拿吧。新华，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这里说过的话吗？记得，啊。 你说，你想加入我们小分队，想穿上军装，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然后呢？然后我就答应你了。我说会向上峰汇报，会全力为你争取。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哦。 这不还没有回到重庆吗？等回去以后，我一定马上给你上报。我问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你说过，在我没有找到心上人之前，你会一直等我。你是说，胡彪携带着机密文件，穿越日军整条封锁线？ 而后，被日军伏击，自己逃了出来，并且最终将这份机密文件送达了目的地。他是这么说的。文件在中途就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吗？不能肯定，日本人没有打开文件，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手段来打开文件，而让我们的人毫无察觉。为什么这么说？我是吃这碗饭的。 我打开过的文件，再恢复回去，没有人能看得出来。那文件里究竟会是什么内容呢？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吗？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机密文件？也就是说，文件里的内容很有可能跟小分队到林汝寻找黄金有关系。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胡彪有3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说清楚他在干什么。按他的话来说，日军伏击的地点是在大漠角，时间是早上6点左右。但是大漠角距离他送情报的部队只有20公里的路程。我们正常人每个小时能走3公里，7个小时时间，他怎么也到。也就是说，当天中午的1点，他就应该到达部队驻地。但据胡彪的陈述，他是一路跑着去的。正常的跑步，每个小时怎么也能跑出5公里。4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应该到达那里，也就是上午10点左右。更何况，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跑出更快的速度。也就是说，他最晚也应该在11点之前抵达，而不应该晚于这个时间。但是，根据当时的调查显示，胡彪是在下午2点左右才把情报送到部队驻地。他有3个小时在敌占区不明去向。你怀疑他被日军俘获，叛国投敌，于是你抓住了他的把柄，利用他胆小懦弱的心理，让他成为你的线人，摸进王司令的指挥部内，替你搜集情报。你呢，则伺机下手，盗取王司令保险柜中的机密文件。而胡彪则担心别人误认为自己是个叛徒，就屈从了你的调遣。于是你顺理成章的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没错，是这样。但是我没有想到，有只黄雀在我身后，用它的手抢走了我想要的东西。只可惜，被我划破了它的皮。不对，你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因为你根本就没法肯定胡彪他是否真的被俘获了。在你的手中，还捏有他更大的把柄。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全都说了。怎么判断，那是你的事情。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隐瞒事情的真相。如果胡彪真的是变节了，你就是他的帮凶，是罪人。你们都拥有同一个名字——叛徒。叛徒，在我眼里，出卖党国的利益，投共叛党才是党国的叛徒。也许你说的对，他是党国的叛徒，而你则是国家的叛徒。磨叽磨叽，伢子呀，你小子终于有动静了是吧？怎么样啊？什么？人和粮食都准备好了？好，马上装车，听候我的命令。
小宝贝儿，这回全靠你了。很多时候，我常常问自己，爱究竟是什么？爱就是想不开了，想开了，也就不爱了。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是。有很多的事情，总是在你经历过以后，你才会懂的。就像是感情，错过了，遗憾了，这才知道，不需要什么所谓的执着。你的变化真的很大，完全像是两个人。每一种创伤，其实就是一种成熟。创伤？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当你知道你和顾一鸣的关系之前，你一直在深爱着他，对吗？我知道，你得知这个消息，你也无法接受，你很痛苦。我只想告诉你，如果顾一鸣不是你的亲哥哥，也许我不会放弃对你的追求。可恰恰他是你的亲哥哥，所以我不想再走下去。对不起。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做他自己。什么？你说什么？来，都给我贴上啊！柱子那儿、墙那边都给我贴满了啊！你去那边贴上，快，给我贴满了点儿。此人系八路军游击队队员，如有发现，立即上报。藏匿者、知情不报者，格杀无论。来，都给我贴上，全都给我贴上！他娘的，谁在冤枉我？别急，起码画的挺像，至少你可以留个纪念。你少在这说风凉话！可真是没想到，到头来我竟然被冤枉成了共党分子。这是对我的侮辱。讽刺倒是更准确一些。周新华，我不欠你什么，你别在这没完没了的。沈香玉，我告诉你，自打我看见你这张脸，我就觉着恶心。你本来应该是押赴刑场挨枪子儿的，你早晚都是个死。现在好了，哼，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别人还以为你是个大英雄呢，便宜你了。是吗？没关系，等日本鬼子来抓我，我第一个就把你供出来。我信，你要是不这么干，你就不是中统的人了。你就会跟我耍嘴皮子，连个女人都不敢碰你。你再说一遍。哪儿弄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日本人不可能了解你的底细，这会是谁呢？谁会急着除掉你？为什么要除掉你？除了他，还会有谁？这个王八蛋！老子想崩了他！站着！
他24小时跟我们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他手里有电台，他不会跟鬼子发报。可你一直在窃听，他有没有跟鬼子联络，你能不知道吗？等等，怎么个意思啊？说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很可能已经找到这个内奸了。是谁？只是嫌疑最大，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我问你是谁？你别急行不行啊？我不急。你问问我那些躺在荒郊野外的兄弟，他们急不急？是谁？胡彪。你刚才说他在监听电台，怎么回事？啊？我和胡彪在郑州就认识，他是我们中统的内线。胡彪给我提供了窃听电台的装备，任何试图用电台联络的人，我都会知道。我一直在监听你们的电台。你要干什么？拿枪！我先把他毙了，然后再把胡彪杀了。我说你冷静点好不好？他是在监听我们的电台，但他并没有出卖我们。对于胡彪，我没有足够的证据就证明一定是他。我凭什么相信不是他出卖的我们？我相信。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不应该失去自己的判断。沈翔宇监听胡彪的电台，不是冲我们来的，他是另有所图，而且并没有威胁到小分队的行动。从他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胡彪确实有问题，有很大的嫌疑。但是他杀吉田良是我亲眼所见，几次任务下来表现得异常勇敢，我们也都看在眼里。再有，如果胡彪是内奸，那他就一定要利用电台和日本人取得联系。但是他敢给沈翔宇提供窃听装备，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清白的。所以，要想证明这一点，必须就要有证据。如果这是他干的，就说明他心里有鬼。但是要想证明这一点，就必须要留着他。留着他干什么？如果是真的，那说明小鬼子早就知道我们藏在了兵工厂。难道你再让我死去几个兄弟，惊动了他，才会令我们陷入被动？把小分队带进了兵工厂，才是最大的被动。你这是把兄弟们往火坑里带。不进兵工厂，怎么补充弹药？怎么盗取地图？我的任务是找到黄金，不是干这种无聊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是打鬼子，是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同意先撤离兵工厂，也必须除掉内奸，但这一切都要等到我们拿到真凭实据。但愿你的真凭实据不是用我兄弟的性命换来的。有鬼子！他们这是冲我来的，我怎么办？你自己想办法。记住，你能行的。
生产一颗完整的子弹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太君。我只负责压子弹，其他事情由别人来做。是这样。那么你压一颗子弹需要多长时间？大概2分钟，太君。开始吧。还愣着干什么？开始。是，太君。太君，做好了。很好，出色。你只用了1分38秒。谢谢太君夸奖。这些都是你做的吗？是的，太君。现在是上午10点，你每2分钟就可以压好一颗子弹。可这里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这么长时间你都在干什么？磨洋工吗？彼は1000個生産すると。私が全部数えてもらおう。ずるい中国人の盗む不細工。あなたは誰ですか？本田少佐だ。私が上海から来た。兵器教場の大島紀和だ。大島さんの弾りが強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か。本田少佐の話を聞くと教頭の人でしょう。もし私当てるとあなたは個室のせいでしょう。大岛阁下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被我猜中了。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皇室家族的人，而且你的中国话还说得那么好，我很幸运啊。说到中国话，好像你比我说的更好。大岛阁下讲起话来温文尔雅，可是做起事来却很没有礼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来到临如，跟军部连个交代都没有，这难道不是没有礼貌吗？本田少佐，您错了。我第一时间就去拜访吉田良辅司令官阁下，但是很遗憾啊，我听说他被中国人刺杀了。而我在指挥部您等了你很久，想见您一面，怎么，您的手下没有向您通报吗？那次没有见到我，难道就不应该再去了吗？本田少佐，您是皇室家族的人，我尊重您。
可我是帝国军火商前田一郎的好朋友，就连吉田良辅司令官都要敬重我。哼，拜见你们，我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你这种态度，我很遗憾啊。我需要看看你的证件。前田玉兰阁下，我听说过，很高兴认识你。失礼了。没关系，用中国人的话说，不知者不怪嘛。不过您这种认真的态度，我很欣赏。可我听贾志说过，请您不要再跟我提那个该死的家伙。怎么？我给了他机会跟我合作，可他却偷走了我生产出来的炸药和子弹，不知去向了。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他，一定要抓活的，我会亲手剥了他的皮。原来是这样，请大岛阁下不必为这个家伙烦恼了。贾志，他只不过是一个土八路，我已经将他击毙了。真的吗？没想到这个家伙是个八路，哼！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我的兵工厂里，这真是太危险了。本田少佐干得好啊，只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他，真是太失望了。对了，您刚才说贾志说什么？贾志跟我说过，大岛阁下你不远万里从上海赶过来，一路之上不但没有帝国士兵的护送，而且居然是用驴车把那么多的机器拉过来。难道你就不害怕在半路上遇到八路游击队的伏击？就像13师团的田中义信那样，哼，他们愚蠢，就愚蠢在居然用自己帝国的军车运送。不但我们损失了那么多机器，还有许多士兵也牺牲了性命。我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只有化妆成中国的老百姓，我们才能平安无事。我要感谢他的低智商，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土八路抢走了我们帝国生产的机器设备。正因为这样，我的机器才有机会发挥作用，给我带来丰厚的利润。你怎么就那么确定那件事一定是土八路干的？怎么？难道在临汝地区，除了八路军，还有其他中国的部队？大岛阁下真是胆大心细，可你带着这么多的中国人，你就不怕他们造反吗？哼，造反的后果就是让他们尝尝帝国生产的子弹。哦，对了，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喂，你，找你，1秒过来。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2位是我的得力助手。千万不要小看他们是中国人，却一心为我大日本帝国做事。有了他们2位帮我照看这些技术劳工，我很放心。他们还很听话，还不赶快给本田少佐鞠躬！
太君好。把头抬起来。我见过你吗？报告太君，我见过您，我在大街上见过您率队威武的经过。他们不但听话，还很会拍马屁。他们的马屁有时候会拍得很舒服。好了，本田少佐，我带您随便参观一下。看，子弹就这样最终成型。还有这里，您看，这儿就是最后一个环节了，子弹就这样生产出来了。好了，不再耽误大岛阁下的时间了。公务在身，我改日再来看望你。辛苦你。您真的不想看看生产出来的子弹？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相信大岛阁下一定会源源不断的给帝国的士兵提供弹药，我们需要更多的炸药，还望你督促生产。那是当然。告辞了。我来送送你。本田少佐，这些是仓房，这几间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太君，劳工住的地方臭。好了，不打扰了。好，本田少佐随时可以过来。再见。再见。他是京都人，他是皇室成员。我在日本京都读书的时候，凡是说话带那种口音的，大部分都是皇室成员。那前田一郎呢？他是什么人？他是日本京都知名的大军火商，也是皇室成员。你就不怕本田天佑调查你和他的关系啊？哼，他无处可查，前田一郎早就死了。你还能把自己塞进柜子里？行啊，
不愧是中统的特务啊，哪儿都能钻。我们的黑鹰到底比中国的小鸟要厉害呀！如果这是黑鹰送来的情报，那为什么记号会出现在兵工厂呢？难道……派人去兵工厂，请大岛能活阁下到我这共进晚餐。还有，命令金泽中队给我继续加大清剿八路的力度。什么？沈祥宇怎么可能是内奸？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想让他听见？不是，他不是中统特务吗？怎么会是内奸呢？你什么逻辑呀？中统特务就不可能是内奸了？什么时候发现的？没多久，现在还不能确定，所以暂时不能动他。那照这么说，大木口的位置，对，就是他出卖了我们。哎，我交给你个任务，你把沈祥宇给我盯死了。一旦有什么情况，你就赶快汇报我。明白。哎，你对沈祥宇有多少了解？没什么了解，来到小分队才认识他。哎，对了，你跟我说，你爹是被吉田良辅的部队杀害的，什么时候？37年11月29号。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报仇啊！营长，外边来了个日本兵，说是本田铁友邀请大岛阁下到他那儿吃晚饭。吃晚饭啊？就我一个人？你要是害怕呀，我陪你去，不就是吃个晚饭吗？好吃肯定少不了。就知道吃，别紧张。你现在在日本人的面前已经应对自如了，放心大胆的去啊！我会派人在暗地里保护你。胡彪，我们一直都很信任你。加号。乘数？怎么？要给我出算术题啊？不是我，这道算术题是别人给你出的。别人？什么意思？日本人来的时候，这个符号出现在你藏身的门口。没想到在异国他乡，还能品尝到如此纯正的清酒。本田少佐可真是个懂得生活的人，行军打仗居然还带着这些东西。战争本身就很枯燥，如果不懂得享受生活的话，那就会更加无聊。难道大岛阁下平时就没有什么爱好吗？我，我就爱钱，我视钱财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大岛君还真是爱钱，胜过爱你的生命。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孤身一人
带着你的机器设备来临。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很不喜欢你们这些靠着战争发财的投机商人。但是，我很敬佩你的执着。大岛阁下对情报的掌控也算是一流啊。此话怎讲？不是吗？田中义信的运输队被中国人袭击了没多久，大岛阁下就带着你的机器设备不请自来。如果没有可靠的情报的话，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过来呢？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本田少佐，这可是我的小秘密。要知道，我有很多眼线，分布在帝国的各个军队当中，哪里需要什么，哪里缺少子弹弹药，我都会在第一时间中掌握。只有这样，我才能抢在我那些同行的前面。再者，我跟前田一郎是忘年交，而且他和天皇陛下又是好朋友，所以我做的很多事情，别人是不会深究的。这就是我的小秘密。既然你已经说出来了，它也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了。干杯！看清楚了，看来你这位搭档是要彻底出卖你了。不，这个标记不应该是胡彪留下来的。这个标记3年前我就见过。3年前，在什么地方？在上海。当时我们中途接到线报，说是日本有一个秘密组织潜入上海，要进行一次文物偷运。上峰让我们跟踪一个可疑人员，当时我负责抓捕。怎么样？来了，来了。一方面是中国人，上海的黑帮成员；另外一方是日本人，金百合别动队的成员。这个符号呢，属于哪一方呢？日本人。金百合别动队，你对这个组织了解有多少？不多，我只知道金百合别动队其实就是一帮抢匪。金百合别动队的第一批执行者是日本的宪兵队，他们扣押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家和其他人士的黄金、珠宝、艺术品、货币，反正所有值钱的东西他们都不放过。这些战利品，他们从上海直接船运，或者由火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的首饰融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本土。皇室成员把抢劫来的物品编制详细的目录，随后亲自装车押运。皇室成员亲自装车押运，
你知道吗？胡彪说过，那个本田天佑就是皇室成员的人。其实我觉得，想要发财，不能够单一的依靠兵工厂，去抢夺中国人的财宝，不是更为的快捷方便吗？什么财宝？黄金。本田少佐，愿意告诉我哪里有黄金吗？那我得知道大岛君是否愿意带着你的中国劳工去找。你有那么多的消息来源，又和帝国军部的上司有着很好的关系，相信你不会不知道帝国的军队来临如的任务吧？你试想一下，到时你甚至可以不用发给你那些中国的劳工工钱，从抢得的财富中施舍给他们一点就足够了。你还可以适当的给他们枪，让中国人自相残杀，而你从中得利。这样了，你手下的这些中国劳工就会成为一支小股部队，为你创造更多的财富。よし。彼らはコケインを見つけると全部殺す。そしたら料金もいらんことだ。啊！要知道，现在最难找的就是中国劳工。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大岛阁下是在哪里找的那么多中国劳工，又能够让他们死心塌地的为你卖命？能告诉我吗？上海，中国的上海可是个好地方，那里什么都有，更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况且，我又能给到他们丰厚的工钱，他们自然会为我卖命啊。大岛先生不愧是个商人啊，处处都想着怎样赚钱。我还有一件事想请问你，你在兵工厂的期间有没有想过像贾志一样，去再招聘一些中国劳工呢？本田少佐究竟想说什么？你不要误会，我是好意，我只是担心会有八路的混子混进兵工厂，破坏我们帝国的生产。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了，在我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沈祥宇的，他还真是贾志带来的劳工。对，贾志是八路，那他也一定是八路。快，本田少佐，我现在就带人去把他给杀了。不，先留着他。如果他真的是八路的话，我还得利用他去找更多的八路。可这样会对我很危险的。请大岛君放心，我跟你一样，同样有很多的眼线，遍布在临如的每个角落，包括你的兵工厂，所以你绝对安全。我还是希望本田少佐能够尽快把这个人给消灭掉。我会的。要知道，这些八路可都是大大的坏人，是刺杀吉田司令官的坏人。本田少佐，告诉我，吉田良辅阁下现在究竟怎么样？吉田司令官，他已经为国捐躯了。你们是来找黄金的，显而易见，金百合别动队早就盯上你们了。日本特工在兵工厂，更准确的说，是在小分队中。
可是，这个记号为什么会出现在我藏身的地方？因为你可能威胁到了他的身份。不对，胡彪不可能是日本人。我对他的档案和身份一清二楚。我没说是胡彪，也许他可能根本就不是日本人。我给你带吃的来了。营长，他睡了。在外面打探消息，已经3、4天没睡了。要不然把他叫起来。不用了，让他睡吧。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听他们说，林荣城的方圆几百里，他们都走遍了，根本没有什么守陵人的消息。先前被鬼子杀的还真是个守陵人，但是不是守完颜家族地下陵墓的。他们还说，早年间有一对盗墓的师徒，曾经去盗过完颜家族的地下陵墓，没有得手。后来他们2个就消失了。盗墓师徒有没有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那完颜家族的后人呢？没找到，但他们打听了，有一个叫完颜宗耀的，曾经还参加过咱们国军，但什么部队、什么番号，当官的是谁就没人知道了。完颜宗耀，那他家还有其他的人吗？逃难的逃难，死的死，应该没有了。跑到了国军的队伍里。密令上说，守陵人就留在这里，负责接应我们。如果完颜家族的后人是守陵人的话，那怎么会跑到国军的队伍里呢？真是奇怪。营长，你说上峰什么都不告诉咱们，让咱们像没头苍蝇似的成天瞎转，是不是耍咱们呢？明白了，明天我再让兄弟继续查。不用了。营长，胡彪从鬼子那儿出来了，没有情况，只有2个鬼子护送。你叫顾营长到大门口，准备迎接。是。你先睡会儿吧。完颜宗耀。喏，大哥，这么晚了，还没睡啊？睡不着啊。本想找二当家的说说闲话，可他不在屋里，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啊，他是怕那些运粮的老百姓溜了单，提前下山埋伏去了。哦，兄弟对二当家的可是够信任的。是啊，从他上山，就是我最得力的人。那他上山以前呢？兄弟对他上山以前了解多少？大哥，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实不相瞒呐，我注意他好一阵子了。自打二当家的得知黄金在你完颜家族的地下陵墓内之后，他的举动就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不管是白天晚上，他经常不在房间里，
而且说话也不像我刚到山上的时候那么随意，而是变得异常谨慎，有时候甚至在有意遮掩什么，回避谈他过去的身世。兄弟没有意识到这点吗？我都没觉得他有什么反常。大哥，你是不是多虑了？从他上山，就一直铁了心的跟着我，没二话，绝对自家兄弟。我呀，还是这句话，这世道人心隔肚皮，毕竟黄金不是一般财宝，任何人都会动心的。毕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我知道大哥是为我好，你放心，我心里有数。那就好啊。哦，对了，这陵墓的事情，你最近有没有想起什么？大哥，但凡有点线索，我一定会跟大哥说的。可是我真没有想到能有什么跟他沾上边的事儿。好了，兄弟别急。我之所以隔三差五的问你，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怕别人。哼，尤其是怕让日本人抢了先呢。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休息了。大哥慢走。嗯。乾杯！乾杯！大哥，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你没事吧？喝，接着喝，喝，接着喝。干杯！这是喝了什么马尿？怎么喝成这样了？真的都走了？放心，我给他们演戏呢。知道你戏演得好，快说，日本人都向你问了些什么？还是那些车轱辘话，说白了，就是怀疑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放心，我把他糊弄得好着呢。行啊，连这种词儿你都学会了，喝得挺兴奋啊。表现不错，早点回去休息吧。哎，好。胡子，你别把胡彪当傻子，这样说话会让他起疑心的。你也别把我当傻子，说说吧，那个沈大特务跟他是怎么回事？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了，在我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沈祥宇的，他还真是贾志带来的劳工。贾志是八路，那他也一定是八路。沈祥宇、黑鹰、小分队兵工厂，多么有趣的组合啊！有意思。哪儿打枪？应该是东头。不会是八路把梁子给劫了吧？不会的，八路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儿的。去，该藏好了。这都2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哪那么多废话呀？1年都得等。